两位是从歌台新力量进入演艺圈的，你是第一届是吗？我是郑龙是第一届冠军，你是辗转变成艺人的身份，人生真的很大的不同。第一点什么不一样，就是你又重新要当一个新人，因为之前就有一些电影的机会或者是什么机会，我都不，因为我真的想要唱歌。其实我觉得全职艺人 musical 艺人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陌生的东西，而且我有一点我坚决一定要签的理由，是因为那时候比赛被攻击的声音太多了。全听你说。郑龙就被绑得很死，很可怜的。对，你有怀疑人生过？有。有吗？我觉得资讯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你做过的一次资讯是你一个人饰演2个角色4个角色一次过。星期六出海去 K 浪湾，然后每个资讯都要讲到位，一字不漏。这道问题啊，你问我学识渊博的黄教授就对了。天龙不是捕鱼、不养鱼的地方，是他那个是要一字不漏的，真的一字不漏。真的那个的在前面或后面都会要让他，但是那个会让你的功力进步吧？它确实让我背稿的能力变得更好，但是在那个过程是非常有压力的。那个时候你有想要放弃吗？都已经做了。他如果让你完全的不快乐、无法胜任，就很牵强吧？那时候当然是辛苦，现在当然是庆幸，庆幸那时候有接了这个工作。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凤姐应该知道了，记得那个节目，凤姐跟我讲，小心一点啊，小心一点。因为我刚好也在跟你拍另外一档节目，然后我有跟你聊到，对，就已经知道这个是就不一样的一个主持工作。凤姐可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不爱表达、不爱表达、对事情没有好奇心的人，完全没有，对事情没有好奇心。然后我就要一直去想观众要知道的是什么，对，就是从其他的主持的一些节目去了解。OK， 那你在主持领域有碰到什么过困难？有没有被骂过 OK， 有啦，有一次，可能导播有一次在重复，不要做什么之类，是不要讲出什么话这样，然后我也继续讲，然后就一本书过来，然后我就在想，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那当场我很想大哭。我很想大哭，我想坐在地上，这样我不要做了这样。我知道你的那种感觉，刚开始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懂，会特别委屈。是我跟钟情到现在还会被笔给丢。那个故事我也听过。我们每次做完节目，我们的笔很多马克。但是你主持的 style 有没有人讲过说你模仿钟情，或者是在学习钟情？很多啊！一进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在模仿钟情。当你后来看到钟情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跟他像吗？因为你跟他一起主持。其实我自己觉得还好嘞，可能我们的节奏跟什么频率是差不多在一条线上，所以人家会觉得我们2个人很像，就是有蛮伤心的啦。然后我一直在去看，我就讲尽量就是不要给人家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这样？我觉得是可以学习，是模仿不一定是坏事，但是从中是去学习的一个对象，也是不错的嘛。是，你记得我也跟你们分享过那些主持的一些技巧，你记得我跟你分享过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什么？语音，语音应该是郭亮，我绝对不会要求你语音，我绝对不会要求你语音的。是，可是凤姐这句话有影响了我，就是你说最近有看到我的作品，但是我们没有聊过天，就看我的作品，觉得我是有主持人的这个天分还是什么样反应？对，你说做一个综艺节目主持人，不一定要真的是说的非常完美的华语，但是至少呢是要那个腔调是要正常，对，正常的，然后一个完整的一段话，因为这个语音一直都是我最大的要进步的空间跟最大的压力。因为我在会不礼貌啊，我就吃这个糖。我们把你前面吃糖的原因剪进去。OK， 因为痒。自己的口水，对不起。你又要抢镜头。Lisa 买灯呢？你要不要含一粒喉糖？一档综艺节目里面就是要说什么啦？记性要好，主持人有没有想整场下来，我要记你们，跑你们家去考？我讲到我的糖呀，
就是语音是啊，对啊，学起来了，学起来了，恭喜你！谢。对，语音啊，虽然也好，但是那个语音呢，不是一个做主持人最大的。就是我那时候给你很多的鼓励对啊。对，然后我自己最大的压力就是这个语音，因为我一进来的时候，我的这个语音很烂。他有跟我分享过，那个时候他其实非常感动，跟感谢你给他这个力量。真的吗？对，因为太多声音说他的口条不好啊，但是你突然跟他讲，哎，这个可以变成是你的特色，他整个人突然信心又大增。真的吗？真的。所以在这方面是你最想要去突破的吗？还是你觉得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我有给我自己很大的压力在这个语音方面，因为我之前的实在太差了。我之前看还挺可爱的啦。是吗？我觉得你的反应很快，这么多年很少有一个人可以一个人一直讲话没有停的。是吗？他可以冰城讲到哪里？我从 JB 讲到医保，8个小时可以一直说。所以你有没有想过你要一直走这样可爱的路线？不懂哎，我觉得走到不能走的时候，老天爷会安排那个时候就要转型了。现在你等于是更投入在主持、歌手方面这一个职业，你还会算了吧，没有啦，就是我在台上哇跳舞唱歌，台下有反应的时候，我又觉得爽，对，那个感觉又很好，所以我觉得我不会放弃唱歌。你有没有想过你会在这一行走多久？越久越好吧，因为自己慢慢的，之前可能是从不喜欢到现在每天都过得挺开心的，因为我觉得已经过了大半人生是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在干嘛。真的，我觉得这真的是家里人抱着一起温暖，你是都爸妈不知道你在干嘛。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会表达，我就让他们用自己就看吧，就看到我的成长，就希望可以用这个方面来让他们比较安心。以后还会在歌台上有奉献跟表演吗？如果歌台需要我的话，为什么呢？饮水思源啦。郑荣呢？ Same。我好像听说你们2位的合约，歌台这方面是 free 的。对啊，可以唱，可以唱，就可以接，可以去接，不影响到拍摄都可以。你们会一起进入歌台，其实个别有不同的原因。我以前呢，就是在12岁以前都是一直比赛嘛，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呢，妈妈就爸爸妈妈家里是做生意，做小生意。然后呢，餐馆对餐馆 ，OK 也不小啦，就是也蛮 OK 的，有4间分行，所以呢，我妈妈才有那个资金来去给我去学。其实比赛是很赔钱的东西，因为你参加一个比赛呢，你就要报名费，然后如果你报名费什么都没拿到，拿一个龙沟杯回来，对吗？所以是一个赔钱的东西。然后那时候的经济不景气，然后呢就关到算是倒闭，从大屋然后变去租屋，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穷到连晚饭就是饭钱也没有，然后我们去车上挖那些零钱，你懂吗？不是我们驾车都会把零钱丢在上面，以前微不足道、不起眼的一些零钱，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我们去挖出来用。然后我们每次就是白饭、白菜、鸡蛋，一家几口？大姐啊？对，我姐姐、我哥哥、老爸爸妈妈，我跟一个狗。那个时候几岁？你都还记得？差不多12岁尾要13岁了。然后我就在13岁的时候就开始唱歌台。我第一场歌台也是比赛以前的姐姐介绍的那天要拿病假，然后就叫我代班。就是我是为了家计，然后我就是唱了有唱有钱嘛。还记得你登台的第一档收费是多少吗？应该差不多80块马币吧。对。那一次只接1档？对，那时候就一场了，而且很远呢，我们差不多要1个小时，1个小时30分，车费、油费都不止了。对。可是那个时候爸妈就觉得，哎，这个小可乐可能是可以帮补家用的了。也没有这样，其实我自己的意愿，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使命。你才几岁，什么使命？所以我就想要，而且我每天去读书回来，我就想问妈妈，有没有人打电话来？有没有人打电话来？我要唱歌。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觉得有唱歌就有钱。就有饭吃，对，然后还可以买一条鱼，买个肉这样。当然我哥哥姐姐也有做，他们就做那种promoter他们一天从早12个钟，可能才赚30块、40块，还不如我唱6首歌来得多。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我的使命。那你有时间上课吗？就是因为这样咯，那整个的心都在觉得要赚钱要唱歌，而且那时候进来新加坡唱了之后，我也有接印尼的场，那时候我就慢慢的我就觉得没有心读书了。几岁就放弃你的学业？读到15岁。我觉得很多时候小朋友特别懂事的都是那种为家里去赚钱都不会觉得苦。
你都没有童年嘞？我没有怨过天，也怨过地，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呢？我没有，我不觉得，因为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如果我没有这个技能的话，像我姐姐跟我哥哥就很无助，他们想要帮家赚钱，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可是我有，但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小很小就在舞台上会心疼你，你可能应该更多的童年，或者是你看很多人很幸福的童年，你可能会羡慕。也不会啦。我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已经赚到我人生的第一桶金了。你们还在干嘛？所以你在台上从来没有一丝的后悔、怨恨，或者是不愿意，我不要。不会，我都觉得赚钱就是要专业去做，所以你觉得赚钱很重要？差不多。哇，你这第一次给我那么真实的一个答案，这个是因为从小给你的一个印象。差不多。而且我很吝啬，我吝啬我自己，可是我不会吝啬我家人。你会怎么样吝啬自己？我不会买一个贵的东西给我自己。然后那时候我能力上 OK 呢，我就有些帮忙供。对哦，我觉得你这个为家人奉献的精神，有一点像那个以前60、70年代的很多的艺人歌星，都是这样无怨无悔的为家人奉献。谁教你的？可能我这样讲，别人还是会误解，觉得哦，我很为家里，只是我为家里。可是，当那个你们可以看到家人为我的付出跟那个感觉的时候的支持，可能就会觉得，我觉得是值得的咯。那你这一路走来有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事情？如果人生可以给你多一点糖果，在这一段旅程，你希望哪一段可以比较不要那么辛苦？爱情吧。哦，为什么？这些都可能也是小，遇到的都是不好的爱情。我觉得你太傻太可爱了。对，然后还盲目的去相信他，跟盲目的去，就是全世界都不要，只要他这样。而且曾经也为了他来跟我的家人吵架，让他们伤心。这是我觉得。你那时候傻了多久？而且一直傻，跟不同的人都在傻。那个是不是呀？每一段都傻。接近每一段都傻。人在年轻的时候，感情有一点点教训，越早得到教训，以后你会更幸福。郑龙呢？郑龙是从小就是一个自闭的个性，跟隔壁那个完全相反。对，很相反，但是就比较近，因为我头脑是一直在动的，但是我又不知道要怎么去表达，所以你从小到大都没人了解你。我自己都不了解我自己。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到底在干嘛。你没有融入过任何地方。有啦，当然，叛逆期也有，朋友当然朋友很多到有时候我自己怀疑这些朋友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哦，我的助理认识你。真的吗？舞龙舞狮的啊，你那个时候进入醒狮团，就是属于比较叛逆的时候，是吗？也是因为觉得想要赚钱吧。因为那时候好玩，又不用讲太多话，就静静的做该做的事情，回去20块、10块这样，那时候对我来讲就很多了。到几岁才发现你会唱歌？也是因为醒狮团，然后他们就去。你是一边咚咚咚在里面一边偷唱是吗？不然就去 KTV， 然后那个醒狮团的师傅其实也开始做歌台，他就开始带我，想要拉我去歌台，但是你知道就比较害怕，就不要。直到有一天他骗我，他说来，我们等一下这个歌台做完了，我们要去哪里？你先过来歌台找我。然后突然就听到我的名字，因为我对我华语名字非常陌生，因为很少人叫我黄振龙，王雷大哥，他就在台上，来欢迎黄振龙。我讲这不是我咩？我就讲刚好伟良就在我旁边，我讲伟良也很会唱，我就讲他唱我就唱。我哪里知道伟良就上去了，我就这样无缘无故就被推上去。那你怎么认识伟良的？我中学就认识他了。哦，我们是同校的。在现场众目睽睽一直叫你，那你没有彩排，没有给歌单，你唱的第一首歌是什么？新不了情。幸好我的音感准，还蛮好的。然后听到大家的掌声，哎呦！感觉就来了，怎么样呢？是大家的反应是就给掌声啊！突然好像蛮享受这回事的。然后你就开始踏上了歌台的生涯，也就跟伟良前后一起。对，一起。刚开始是分开唱，然后本来是我没有很想要离开我之前的那份工作，因为我觉得歌台赚不到什么钱。然后伟良就跟我讲，不然就试试看咯。
因为伟良很特别，他教会我一个东西，不要给自己有一个退路，你就会勇往直前冲。好，辞掉。但那个时候我们2个就非常辛苦啊，其实1个月赚不到几百块，跟他一起煮的时候更少，因为我们的数目就要减少嘛。1个礼拜有几台？1天或1个礼拜，人家这个1天有好多台的。一个月可能4、5台。1台大概可以赚多少？60块。多久才在歌台可以看到一点点生活的基本能力？就在我去中国比赛那一次回来过后，大概几年后2年才可以靠，1年多了。歌台来弥补生计。才开始有比较多歌台，才开始进入夜店，就比较有一些稳定的收入。就真的是一个纯歌手身份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你在歌堂唱歌这些年，你学到的是什么呢？当然，歌台是非常多前辈的，非常多大哥大姐，一问观众也是哇，你的衣食父母也是觉得你不好，他们可以站起来就走掉。尤其是你是最后一个的时候，你 hold 不住场，贴那个椅子，抗压性也很强，要很强。刚开始你会很难过。可乐也是呢，可乐学到了什么？我觉得我学到了享受舞台。以前可能我不享受，我只是表演什么样。而且有一个文化不同，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是因为马来西亚是 CD 的，走那种卡拉 OK 式的，来到这里呢是要跟乐队。对。然后学咯，不会耶，完全进歌什么 key 都没有，一直被骂的。喊唱首歌没有 key 啊，当什么歌手？我通常2个8拍过还没有进的，就摇咯，还在摇，然后摇到就是人家上来救我咯，人家司仪还是什么哦，哎你应该要进了，就1、2、3连我进。后来我就慢慢学更多的歌，然后跟老师更多的配合，去问 key 写起来一个本子，然后之后就慢慢的就享受了，真的是完全很越来越享受舞台。好，今天的你们有什么话要对当年的自己说？那我先吧。我选择的是10多岁的我，那因为我说我家人很支持我，就是我盲目的去追求爱情，然后就伤了我家人的心。然后因为那时候你怎么样谈恋爱？那时候我就是很喜欢那个男生咯，很喜欢，然后他做了很多很伤害我的东西，可是我还是很盲目的喜欢他。比如说怎么伤害，让那个时候这么情窦初开的女孩子都看不明白。我完全不知道，可能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乖巧的人，完全不知道他有花天酒地。然后他就一天就给我农历新年的除夕夜，他跟我提分手，除非你当面跟我说我要跟你分手，因为我不爱你了。OK， 可能我会那个爱会变成恨，就会觉得谢谢提早看清楚你。但是你懂很多男孩子很渣的，我妈妈还载我去到他家。来跟他说，哎，我在你家这里了，你出来跟我讲清楚。他也不要。在过后不久，可能初一、初二，就看他 post 跟别的女孩子的照片。再后来，他又找回我。你又原谅他？我原谅他。对，你知道爱一个人爱到全世界都不要的那种感觉，只要你回来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段有问题的感情。是，太傻了。一点理智都没有，理智是负的。对，因为你真正对的一个恋爱是，你爱到全世界都喜欢你，可是你爱到把全世界都丢了，就是有问题了。是，而且都是说旁观者清嘛，家人也是有反对，有一些声音都不理，然后最让他们伤心咯，就是最难过的就是让他们伤心。曾经这样让妈妈很烦恼啊，觉得我这女儿完了，就是哭啊，妈妈为你哭啊，哭，就觉得为什么生一个好的女儿出来，我都不舍得伤害她，然后呢生出来让别的男孩子来伤害她。那你看妈妈哭的时候，你当下是怎么样？我很伤心，你知道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感觉，你知道吗？那个爱离不开。对，所以那个时候情窦初开，对每一段感情都认认真真，对，奋不顾身，好像一只脚踩下去之后呢，就拔不出来的感觉。所以你想要对他说，我想要对10多岁的我自己说，我觉得你应该再懂事一点，再理智一点的去做判断，不应该盲目的追求爱情了，然后多想一下家人的感受，不应该去伤害他们，还有爱你的人的感受。而且每一段坎坷都会过的。你看看现在的可乐多可乐，是。那个时候都觉得天是塌下来了，世界没了。对，然后其实我最后很多段感情结束也是因为我的家人，虽然我看不清，我不想要，
分，不想要断。可是当我看到我的家人、我的妈妈这么伤心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是时候听我父母的话。然后结果这个选择是对的啦。现在比较多的心是放在事业，是很好事业。上，然后其余的还是一样，一辈子不变，把心放在家人的。对家人身上，还有希望你接下来的爱情是好的。好，祝福你。然后郑龙呢？要感谢那时候，就是差不多刚当完兵的时候，就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应该要踏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然后就想要做一些改变啊，跟人家多相处，才会做出很多我之前都不会想到会做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有踏出来吗？在踏出来的那个阶段，那个时候有碰到什么特别的？就觉得自己如果再不出来的话，可能就连一份正常的工作都没有办法做。哦，你是说在20岁的自己？就当完兵的时候，就突然觉得不能一直顾着自己，因为我看到妈妈他们也开始长大，可能当完兵过后就比较会想，然后就真的要谢谢当时的郑龙，愿意踏出来，然后愿意去面对自己的不足，然后慢慢的去改变，才会有现在的我，然后一直有这个冲劲，想要变得更好。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有这么想的话，可能就不会有现在的我。等于说我们现在看到郑龙是最开放的郑龙，你是人生一步一步走到。真的，因为就好像我妈妈说的，你去歌台唱歌，你唱歌，但是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愿意这样勇敢的尝试一下，才会到我现在勇敢的加入新传媒。你知道吗？今天你们俩上节目啊，我跟我们的制作单位啊、制作人都达成一定的共识，就是我们异口同声知道要送你们2位什么。还有礼物，很假嘞，没有看到节目这么多期哦。把他这样的反应是对的，让我们觉得送礼的人很开心。哦，真的吗？有礼物？但是送什么？哦，原来一直都在里面啊。你一直看不到。这个是可乐的，谢谢。这个是郑龙的，谢谢可惜你们出道的太早，然后再加上希望你们的演艺事业能够更上一层楼。就是出道可以靠运气，接下来的任何一步都是要靠努力吸收。所以这个东西是有针对你们的主题，针对你们人生个性差不多。可以撕了，可以撕了，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出道，就是它基本上它的内容是让你知道，你要适当的做自己，拒绝别人，然后不要一昧的去选择掩饰自己的真性情或者是快乐，所以多了解自己多一点。好，谢谢。你的善良必须有点什么忙？完了。锋芒，锋芒，这是凤姐送给我的第2本书。第1本书是你是一只猪，是吗？是我们一起主持节目的，但是那个我有看，我觉得很可爱的一本书。对，现在是第2本，很可爱。你看里面有图画。访问这2位新人还不简单，但很多的笑料，有哭有笑，这可乐还真的挺行的。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全听你说加料版。